你常常觉得好累，肌肉酸痛、头痛、睡不好，或是注意力没办法集中吗？或许你是有了慢性疲劳症候群。今天影片跟你分享，为什么每天都很累？慢性疲劳要吃什么呢？欢迎来到一群营养师，给生活加点营养。经过了一晚的睡眠，醒来之后，你是不是仍然觉得疲累不堪？白天的思绪难以集中，夜晚睡着了，又常常在半夜醒来。慢慢的，身体的疲累感已经让你难以负荷日常活动，生活品质下降，心情也受到了影响。慢性疲劳症候群让你做着一如往常、轻而易举的活动，但却产生超过24小时以上的疲倦感。慢性疲劳症候群呢，又称为肌痛性脑脊髓炎，是一种身体会感到极度疲劳的复杂疾病。那这疲劳感呢，会随着脑力或是体力的活动而更加严重，而且休息之后没办法改善。那慢性疲劳症候群呢，包含睡醒仍然疲惫、头痛、喉咙痛、肌肉关节疼痛、颈部或腋下淋巴结肿大、记忆力退化、注意力难以集中、睡眠障碍、眩晕等等。那如果有连续6个月以上持续或是反复发作的疲劳、虚弱感，而且平常活动力减少50%以上，就可能是慢性疲劳症候群。慢性疲劳症候群呢，多发生在年轻的成人，而且女性多过于男性。那潜在因素呢，包括病毒感染、免疫系统问题、荷尔蒙失调或是压力等等。那尽管如此呢，大多数病人可能做了许多的检查，却找不出确切诱发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原因。而且大多数慢性疲劳的人啊，经常处在高压紧凑的生活环境中，所以也有许多专家推估，慢性疲劳主要是跟压力还有情绪有关。有慢性疲劳的时候啊，可能连日常活动都很难维持，但是动得太少啊，可能导致身体肌肉的流失，还有心肺功能的下降，而让疲倦症状更加恶化。所以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症状以及活动日志。那活动内容呢，包含脑力以及体力的使用，例如像是可以阅读30分钟，但是超过1小时却非常疲倦，或者是散步一小段路觉得可以负荷，但是爬楼梯却觉得非常困难，等等诸如此类的记录。那透过日志的回顾呢，除了可以找出自己活动程度的极限，那也能思考不同的技巧，例如阅读30分钟之后改听有声书，或是在体能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尝试延长活动时间。那透过这样子呢，来慢慢提高自己的活动程度。慢性疲劳的人啊，体内可能有大量的自由基，导致身体的氧化伤害以及发炎反应，使身体的能量工厂，也就是粒线体的功能下降，所以身体制造出的能量会减少，能量容易用光，身体就会觉得疲劳。所以增加身体的抗氧化能力，还有降低发炎反应，让细胞维持正常的功能，粒线体就能稳定产出我们需要的能量。所以饮食营养的补充啊，以抗氧化、抗发炎2个方向为主。那在抗氧化营养素的部分呢，首先是维生素 ACE。抗氧化维生素 ACE 呢，能够保护细胞不要受到氧化伤害，并且改善粒线体功能。那粒线体呢，就能正常产出能量供身体使用。那再来是辅酶 Q10，辅酶 Q10 呢是粒线体合成能量的重要成分，并且有很强大的抗氧化力，能够帮身体对抗自由基、抗发炎。那补充 Q10 呢，可以明显减轻疲劳感、慢性疼痛，也可能可以改善睡眠品质。再来是镁，镁在身体里呢有许多的功用，以及具有抗氧化力。那慢性疲劳的人呢，可能是因为比较缺镁，所以使能量产出的比较少，所以会肌肉无力以及疲劳。那补充镁呢，可能会让精神体力状态更好，还有减轻疼痛的症状。那接着是抗发炎、神经系统以及免疫功能相关的营养素。首先是维生素 B 群，B 群里面的 B12跟叶酸呢，可以维持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。长期补充的话呢，可能可以帮助改善疲劳以及认知功能的症状。再来是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呢，除了有抗发炎，还有维持免疫系统正常的功能之外，也能帮助钙质吸收。那由于慢性疲劳的人呢，通常缺乏重训，或者是肠胃吸收不好，比较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，所以也要注意体内的维生素 D 够不够。再来是锌跟硒，锌跟硒对身体的抗发炎还有免疫系统的功能都非常重要，而且硒还能帮助身体排出有毒物质以及重金属。缺乏硒的话，可能会让肌肉疼痛的症状更严重。再来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Omega 3脂肪酸呢
呢向来就具有优异的抗发炎作用。那此外呢，血液中 Omega-3 脂肪酸浓度比较少的人啊，可能更容易疲劳。最后是益生菌，慢性疲劳症候群啊，可能会带来神经系统症状，例如像是脑雾或是认知功能下降，还有肠胃道症状啊，例如肠燥症啊、腹胀啊、恶心等等。那肠道里的好菌还是坏菌多呢？不仅会影响到肠道健康，也会影响到脑部神经的健康。这是因为啊，肠道的神经系统与大脑神经系统会有交互作用，也就是肠脑轴。所以改善肠道菌丛以及肠黏膜健康，对于慢性疲劳症候群所带来的肠胃道症状啊、认知功能障碍以及焦虑等等都有帮助。那综合以上所需要的营养素啊，补充综合维他命对慢性疲劳的人来说啊，可能是一个安全、简单，而且可以缓解慢性疲劳以及改善生活品质的方式。那补充综合维他命呢，可能会在1周内就明显改善慢性疲劳的症状。首先是均衡饮食，由于慢性疲劳的人啊，经常会因为体力限制而无法购买或是准备餐食，严重的时候呢，甚至没有精力咀嚼和吞咽食物。所以饮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热量的充足，还有营养均衡。均衡吃每日所需的6大类食物，包含全谷杂粮类、蔬菜类、水果类、豆鱼蛋肉类、油脂与坚果种子类以及奶类等等。那可以利用少量多餐或是补充点心的方式呢，来获得足够热量以及营养摄取。那再来呢是低 FODMAP 饮食，有肠胃道症状的慢性疲劳患者呢，可以使用低 FODMAP 饮食。那低 FODMAP 饮食呢，俗称为低富民饮食。那食物包含燕麦、玉米、肉类、鸡蛋、萝卜、甜椒、蓝莓、奇异果、哈密瓜等等。那低富民饮食呢，可以减少在肠道中无法被消化以及容易胀气的物质。那这样一来啊，就比较不容易会有腹胀、腹痛以及腹泻等等的症状。慢性疲劳症候群啊，是一种让人衰弱的症候群。那严重的时候呢，还会影响到日常的活动。那除了生理症状的不舒服之外呢，也可能伴随着其他身心疾病。所以啊，除了症状治疗之外呢，配合调整生活形态啦、营养补充，还有身心舒压等等方式，也能渐渐帮助你改善慢性疲劳的问题。希望今天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分享给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别忘了订阅给生活加营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